座班位的话，狼队他的游走会有一个放出来，因为苏烈、鲁班大师和盾山目前第2局都没用嘛。就3个苏烈狼队应该是可以放的，因为放苏烈之后，狼队可以用邵思源或者张飞跟他做对抗、做博弈的。没错。先搬一手大司命，搬大司命，然后狼队这里拆手袁坦加鲁大。哎，放了戈雅，搬了钟馗，想拿盾山。那看狼队这个盾山搬不搬？盾山肯定直接搬掉的。那这戈亚出来了，看第2季敖影想用敖影打戈亚，那就是我们刚刚分析到的，他们选择第2种思路，对吧？就选择手上的牌，我现在这一局给你处理掉，免得我下一局还要再承担这个班位。对，想要硬碰硬。对，就还是贯彻了今天第2局打狼的一个思路。是的，但是打敖影这个点，人家肯定是不会迎难而上。对，邵思源是一定拿，因为邵思源加仓打敖影，这个下路对线就是好打的。加上仓这个英雄，道仔是这次挑杯第一个做幽影袖剑的选手，当时用到的就是仓，包括他的仓目前2把我看他都有做幽影袖剑，且在团战当中都有开隐身贴身到对面 C 位把 C 位秒的画面。是的，袁坦和沈梦溪一起出，那就是不怕狼队这边出火舞或海月。我看狼队先把打野亮了，用夏侯惇去顶袁坦的强度。撑前期的对抗。过了吧。这局子焕的英雄受限制了，因为袁坦这个点的话是打海月打火舞好用的，虽然说海月和火舞这2个英雄是打沈梦溪好用的，但是被这袁坦卡的也挺难受的。是的，现在狼队得考虑一下后面还有什么好用的中路可以打一下。不过狼队现在在中单没出的话，始终有一个大乔老夫子会萦绕在对手的心头，对吧？我觉得大乔要办一下，防一手大乔老夫子可以搬大乔老夫子，还是搬老夫子吧。感觉老夫子狼队是可以单出的，搬个搭子，对的。西施搬一手，因为中路像火舞海月不好出，只能出些工具人，西施啊，还有姜子牙这2个英雄是可以打袁坦这个阵容的，削弱他的一个前排质量。狼队搬关羽有那个感觉，又搬了一手苏烈，非常有感觉。大乔老夫子，关羽和苏烈全都是打大乔老夫子好用的。那第2局肯定感觉到了呀，对吧？他在思考这2个班位要怎么去平衡一下，是只搬1个呢，还是2个都搬？还选择搬火舞去了。搬火舞，主要是现在对抗路还有一些英雄会出来。对抗路上，狼队有一手马超可以打这个敖影的。是的，马超或者曹操。都是打敖影好用的站边。这手司空阵也是为了帮助自己的对抗路去缓解一下对线压力般的。看最后这个大乔要不要考虑把这个不确定因素处理一下，还是说就对抗路搬掉一个像马超这样的英雄，或者第二季想自己拿大乔配大乔加袁坦也是可以的。因为他的 C 位是敖影，敖影是不怕老夫子，结果还是搬了老夫子。还是有点怕青青这个老夫子的，就拆解一下。大乔出来了，这个大乔狼队是拆掉的，不给第二季拿游走大乔，然后配他这个袁坦。边路上面曹操或者马超，只要打敖影的好用的站边就行了，都能选到。那就把大乔更多的是配合上邵思源去支撑阵容的一个续航能力，然后包括大乔他其实中单位置做法装1-3的伤害是很高的，对，而且大乔还能更加保一手夏侯惇的容错率，对，让他团战更难死了。大禹加影，用大禹去对邵思源，然后马超抢过来打，把马超拿了，对，而且他这把马超是可以弥补第二局带线这件事情的。马超抢过来打之后，看狼队的选择有夏洛特和曹操，还是在纠结，还是换成影？对，他其实就在考虑这个马超要不要给狼队，然后最终是自己拿了影，把马超给出去了。第二季想了想，可能因为有袁坦的关系，有个袁坦
可以打一下这个马超，圆坦控制太多了。所以最后狼队对抗路是选择到了曹操。是的。我觉得花园选择影还有一个点，可能是在于影这个英雄发育起来以后，他的切入会比刚刚聊到这两个英雄都来得更直接，他的那个瞬间爆发更高，伤害给的更快。对，而打大乔这样的英雄，其实你是需要用爆发去灌掉他做圈的可能性的。对，这个大禹的话也是和少思源去互相支撑这个阵容的续航能力嘛。这个阵容，狼队容错率会稍微高一点。因为他是又有少思源。又有大乔，所以对婉婉的保护会更加的到位，夏侯惇会很不容易死。而DRG这里的话，他是单圆坦，既没大乔也没鲁班大师，所以圆坦很可能进去就出不来。你除非是圆坦进去把这个团开好了，然后DRG一拥而上，直接把这个团打到结束，然后把人全部干掉。你不然的话，他得把人留在那里，对，不然圆坦蹦进去肯定是要被留在里面了。是的，不过这个又聊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其实两边在打野，就圆坦和夏侯这两个英雄，在昨天的比赛当中的话呢，都有出幽影射箭的这样一个选择在。是的，就大家会发现，我觉得现在其实这个装备，它有的时候会成为一些队伍之间团战博弈的那个 X 因素。是有这个可能。我觉得夏侯惇这把可以不用做幽影袖剑，但是小杨他这个圆坦这把要做一下。就可以考虑的，增加点容错率，防止自己蹦进去出不来。对，首先就看一下两边这把出装的选择，还有就是从阵容的结构上面来说有一些类似，但狼队的阵容的话，它整体的容错率会更加的高一些，它的正面续航能力，只要能够做上那个圈，加上有少思源在的话，它的持续战斗能力会更强。而DRG则要等到双边有一定的发育时间之后，利用自己的高爆发去灌掉对面的一个点。目前的话，狼队是要去抢这一场比赛的赛点了，看一下DRG能否把这个比分去扳平。进入比赛，蓝色方佛山DRG，红色方重庆狼队。我是解说一雪，我是解说黄超。下路要来波3打3了。DRG今天很多的开局布置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发育路先建立优势来做的。是的。大乔想试着抢一下，尝试一下。还是 DRG 拿了红隼。少思源把状态奶回来了。海家血包狼队也吃掉了，是的。那这个状态的话，这赤甲 DRG 不太好抢。下路拿2个，上路狼队拿了2个，曹操再拿空间之灵。木兰第一件想暴击，直接做无尽，预购了一下。我看他上把的敖影也是暴击流的出招。这局狼队除了个夏侯惇，其他都很脆。就DRG这套阵容讲究的还是得有那瞬间的爆发。是的，不能让大乔把这个电梯给玩转。对。那实预测上面的话，3位嘉宾看好了狼队，1位看好了 DRG 下半图的这个对线。敖影很难受的，敖影这个点打仓是前期比较难打的。他这个线被卡住了。这波DRG应该会考虑中轴，拿完这波线了以后下去帮忙解一下。那狼队就在正面拖一些时间，3-3的对抗。大乔继续帮曹操稳空间之灵，在上路给花园一点压力。空间之灵已经打完了，看这个赤甲还想抢一下，但被花园拉了一手，拉扯了一下。对，赤甲DRG保下来了。既然道仔是DRG针对的那一路，那么狼队就稍微保一下青青。还是在各自打半图。
还让青青来中路蹭了一波，野区再跟着蹭。哇，那曹操这个发育环境可要比尹好太多了。是的，对位等级已经领先了1级了。经济上也领先200多块。接下来动作两边要考虑的是先帮对抗路优先，这样在对方龙团的时候，对抗路能先支援过来。不过狼队因为有大乔在，大乔握着一个大招的话，会更加机动性高一点，随时能把人都传过来。是的，上路空间之灵，狼队全吃，一个不落，一直拿。上半图这个1v1的 solo 打的也很凶，引了大招，这边打了出来，然后回头的话开了一个2技能回顶，闪现躲了一段伤害。两边这个对抗路啊，拼得很激烈。对，本来看的是大招换大招的，但是尹他这里因为捏了一手2技能，所以曹操最终是被逼了个闪现。曹操小亏一下，然后沈梦溪往上转，然后曹操先退回去，大乔这波往上转了。第一时间两边都没摸龙，因为上路刚才拼的特别激烈，拼了一波，是的。预测前锋，一流，保卫江海。经济上还是曹操优势一点，但在技能上面的话，曹操第一时间这个闪现还需要一定的时间。那毕竟鞋子上面他做的是以 CD 为主，冷静之靴，前期的话跑动更快一点。技能好的快一些，然后尹的话，它是一个护甲鞋，所以在单挑上面会能扛一点。就他们侧重的重心其实不太一样。第二局是先动了这条暴君，因为他们一直让大禹在下半图帮助敖尹去压这个对线。是的，狼队的话就是直接换个先知主宰。上半图刚刚看着又是拼了一波啊，这一次是花园的血量被压得很低了，但他的大招是握在手里的。解锁番外彩蛋。这波中线是狼队拿到，那狼队可以给上路压力，把上台给破了。第二季的话就是给下路压力，大禹已经渗透到狼队蓝区，压了一下仓的位置，让他不敢去清这个线，互换了一下外塔双方，而且还是在围绕着自己前期建立优势的那条边线大推进。那到时候就看梦兰和青青谁先站出来了。这个时候。第二局的位置是有点想要入侵对面蓝区的想法，花园在支援过来的路上，这个蓝婉婉还是守住，各有各的顺风点啊。对，这把狼队顺的地方在于青青的发育依旧非常的理想，然后第二局这边的话呢，则是保了敖尹的一个发育。曹操领先400。敖尹领先快300，300了，把那个山豪补了。这波狼队想打提速，下路截了波线以后，正面大乔开了一个大招，再把人摇过来去守这个红 buff。那尹的话可以传到下路去守下塔，解线。秦赵给了一手减速，想留人，但是大禹交了一个闪现。这闪现交的挺果断的，不交的话要被曹操包过来。但是也交了闪现之后，后面中轴视野都是不好挤的，得让袁坦在前面挤。给了一个圈，这波应该是能够做上的。风龙回响击退了一下，袁坦过来再给一下控制，但还是做上了。容错太高了，又是少思源又是大乔的，而且回头大招直接再给一下，但是没有控制到人，两边应该就此为止。双保险啊！他这样双保险对于狼队来说，这段时间的优势就在于夏侯惇可以把视野占得更加肆无忌惮一点，挤视野成本较低。对，解锁番外彩蛋。第二季优势的地方在于他沈梦溪手长，他能够一直 poke， 他的消耗能力会更强一点。是的。但这两波的动作其实是第二局有点想去给对面蓝区压力，但是没有执行到位。这个过程当中，花园一直想来正面随时支援，所以导致他们的对抗路的线一直都是裂线。现在
就在边线的这个处理上面的话，现在狼队上路是能够拿一个优先的。这个感觉有点像当年啊，当年通天边路的那个由来。正面先看一下沈摩西，22踩到了，花园这边过来给点威胁，子桓往后撤了。就是我一直让对抗路玩的比较顺。是的，一直让对抗路玩的顺，然后轻轻玩的曹操，英雄正确，然后边路一路带，然后对面想抓直接走，对面不抓继续带。也正是因为有大乔这个英雄在嘛，带通了，对，还剩一高地了。上路已经很难去处理这个曹操了，想抓一下，4个人直接转一波上，5个人转，沈梦溪也在上半途。第二季就是要把这个战场固定下来，他发现这个线现在有点被对面牵制住了。对，不能让曹操上路这么顺，要围剿。都点了一个发起进攻，就来打这手曹操。曹操切了个底横，也交了一手闪现，躲过了这一波，而且自己的队友要来了。那第二季没办法了，他们只能正面频繁的打进攻。敖影的大招瞬间先得交，往后做一波撤场。同时的话，大宇的闪现也交了。现在来到了狼队的反打回合了，这边婉婉直接顶了进去，找到了没有闪现的呆呆，把呆呆给留下。这样这边大招是砸到了一手仓，但是仓的话直接往后走了一步。第二季上路进攻魏国，反而自己掉了2个人。这波想围攻轻轻失败了，4个人被曹操拉扯了一下。结果被留了2个，狼队的支援也是来的特别快。这在那长达将近8分半的这种博弈当中，更多的是在那个心理博弈上面。边线博弈上太难受了，被这轻轻带的，所以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想要在10分钟龙团前面去抓一波，想4抓1，结果没成功，反倒让狼队把这个优势再扩大了，继续扩大。其实从第二季的那个视角来说，他们的决策也没有问题，他们就必须得先打一波，对，不然到10分钟龙团边线会更加难受。但这个结果在于，现在青青一个高经济开了一个大招以后，先打在这个正面，大宇是利用自己的大招做了一波拆火，但是自己的位置有点难走，小杨也直接被对面给几乎秒掉了。花园这边开了一个大招，想和对面的仓去爆了，但是这个位置的话，闪现进攻还是被对面给拉扯开了，反而是青青拿了一手2连击破。这就是一个高经济的曹操，一个人先顶4个打。然后用苍穹扛波伤害，队友在后续再跟上输出，第二季上野全部被留，这个龙也是丧失了争夺能力。而且当这样的节奏连续2波产生了以后，一是对抗路现在的队位经济领先了1000，再到狼队现在的视野是已经压到了对面差不多2塔的位置了，优势直接开双龙，这也是狼队比较惯用的一个策略。双龙卡着，第二季现在压力很大，他的双边，也就是他们拿出来的这个爆发点，对位的经济现在都是落后的。是的，现在只能拖点经济了，把影和敖影的经济拖起来，拖起来就有的打，拖不起来很难受。然后道仔这边也是果不其然做出了他的幽影袖剑，防敖影闪他，然后影是能够躲敖影那个3火的。对，只要敖影想闪现向前去锁他的时候，在敖影那个平 A 还没打出来的时候，先开出来就行。或者是影要冲他的时候冲到，然后他闪现拉开幽影袖剑，再回一波状态，都是可以的。这是一个很多种可攻可守的装备。是的。看一下第二季如何做防守，上路的线已经过来了，曹操先压了一波影的状态，侧面伤害打到了大乔身上，上路的高地狼队直接拿下。现在第二季正面难对抗有个很大的原因在于他们的伤害有点打不动这个夏侯惇了。这个夏侯惇进去了后，一个兵甲控到了对面的一手大宇交了一个闪现拉开了，然后侧面的一个位置看一下信，一脚踩到了花园，配合上子桓的伤害把人给留下。少素媛控制接一个兵甲，刚好把花园定在那里了。这样中下的线也到了，高地感觉都能推，试一试，再给波压力，这个线可以截，可以尝试打一波。看第二季怎么守，婉婉大招先进去，把人给劝出这个圈的位置，但是应该还是能做上的。夏侯惇做圈回去了，大宇一个大招卡到了对面落地之后，看一下敖影找到了仓那个位置，但是仓开了一个幽影袖剑，然后回头的话再往前一技能一个跳射过去，完成了一波反打兵线进去点掉水晶，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再拿一局，率先来到赛点。